10块钱的茶叶蛋还敢说物超所值？我倒要尝尝它到底是个什么味儿。如果不好吃的话，你就等着被枪毙吧。说完，大爷气愤地剥开了茶叶蛋，然后一口就将整个蛋塞进了嘴里。哇，咋那么香呢？这真的是茶叶蛋吗？怎么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呢？大爷，你觉得怎么样？我吃得太急，没尝出味来。再给我来一个，我再批判批判。话音刚落，整个车厢顿时沸腾起来。给我也来一个，我也要批判批判。不是真的物超所值吗？那我也要一个尝尝。一旁的丁叔和小伙经不住诱惑，也跟着要了2个茶叶蛋。味道确实不错啊，吃着比卤肉都香，还是茶叶蛋好吃。不但有肉味，还有茶叶的清淡香味，真是绝了。就是太贵了，我只能买2个来解馋了。大爷，这茶叶蛋没话说吧？是我没搞清楚事实就报警了，真的不好意思啊，麻烦你们跑一趟了。小伙子，刚才大爷鲁莽了，错怪了你。你做的茶叶蛋确实物超所值，好吃得很呐。没事没事，你们觉得好吃就行。我这周都在这边的班车上卖茶叶蛋，大家多照顾照顾我的生意就可以了。放心，你这茶叶蛋做得这么好吃，等我回到村里帮你宣传宣传，把那些7大姑8大姨全带来吃你的茶叶蛋。还不错，第一个站点就卖了半罐鸡蛋，现在出发去下一个站点，说不定就能把剩下的鸡蛋全部卖完了。不到10分钟，白大就赶到了下个站点。在征得司机的许可后，白大抱着装有茶叶蛋的罐子往车厢后面走去。卖茶叶蛋嘞，香喷喷的茶叶蛋。肚子正好饿了，老板，给我来2个茶叶蛋。好嘞，茶叶蛋10块钱一个。什么？我有点没听清。白大没有立刻回应对方，而是直接打开了玻璃罐的盖子，顿时一阵浓郁的茶叶蛋香味在车厢内蔓延开来。好香啊！奶奶，我要吃。这个茶叶蛋太贵了，乖啊，回家奶奶也给你做茶叶蛋好吗？不嘛，这个茶叶蛋好香，我要吃。那个小伙子，10块钱一个太贵了，能便宜点不？大娘，我这茶叶蛋和别家不同，你尝过就知道了。好吧，那来一个吧。那啥，10块钱一个的茶叶蛋也给我来一个尝尝，我倒要看看你这是金蛋还是龙蛋，要是不好吃我可不付钱的啊。冯亨接过白大递过来的茶叶蛋后，直接剥了起来。香，真的香，嫩滑的蛋白加上绵密香醇的蛋黄，吃在嘴里不仅不噎人，还十分香甜。哎呀妈呀，好吃的很啊！老板，再给我来4个。一旁的小女孩也把手里的茶叶蛋给吃完了。乖孙，好吃吗？好吃，奶奶我还要吃。行，你喜欢吃，咱们就再买一个。那啥，这茶叶蛋真有这么好吃吗？好吃啊，10块钱的茶叶蛋贵是贵了点，但味道是真香啊！你看我一口气就干掉了3个。嘿嘿。另一边，报警的大爷回到村里后，他也不回家，而是直奔村里情报站的大树下找组织唠嗑。富贵，快来，正好说到你呢。你一早去镇上卖菜去了吗？今天生意怎么样？都卖完了吗？卖完了，这个不重要。我跟你们说，我刚坐班车回来的时候，遇到一个小伙子在车上卖茶叶蛋。听到这话，本以为会听到啥大瓜的村里人全都没好气的翻了个白眼，还以为你要说啥嘞。茶叶蛋有什么好奇怪的？不经常有人卖吗？关键是一个茶叶蛋要10块钱，你们敢信吗？嚯，什么茶叶蛋要10块钱？富贵，你别被坑了！真的假的？你不会逗我们玩了吧？对呀，哪有一个茶叶蛋卖10块的？你们这群土鳖肯定没见过吧？我今天还吃了，那味道是真的香，老好吃了。富贵啊，我看你肯定是被人坑了。啥被坑啊？人家明码标价，又没强买强卖。我当时还觉得人家小伙子是奸商，还打电话报警了。结果你猜怎么着？连叔叔们都受不了诱惑，买了好几个吃呢。别看10块钱一个茶叶蛋贵，但好吃是真好吃啊！你明天早上去卖菜吧，咱们一起去，再尝尝那茶叶蛋。虽然有点贵，但尝个味道解解馋还是可以的。这老小子说的话可真玄幻，不会是中邪了吧？明天我还是跟他去镇上走一趟看看情况，要是真被人骗，我还能帮忙劝劝啥的。第二天，王富贵和罗友跟天刚刚亮的时候，就挑着自家菜园里的菜去镇上卖了。你说你是真舍得啊？辛苦种的菜卖完也就赚个10来块钱，一个茶叶蛋要10块，你都舍得吃？要是不好吃，我肯定舍不得，但那个味道是真的好。等到了镇上，你尝一尝就知道了。我都这把年纪了，还能活多久？辛苦一辈子给3个孩子拉扯大了，现在我还不能享享福吗？行，我说不过你，我倒要看看这10块钱一个的茶叶蛋还能长出花来不成？
丁师傅，不知道今天卖茶叶蛋的小伙子会不会来呢？我今天可是特意带我的老伙计一起来尝尝的。丁叔想到昨天吃的茶叶蛋，也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估计会来吧。咋了？昨天的茶叶蛋没吃过瘾是吗？那可不，这么好吃的茶叶蛋是越吃越上瘾啊！此时辗转于各个站点的白大正好来到了丁叔停车的站点。那不是卖茶叶蛋的小伙吗？丁师傅，快点给他把门开开。谢了，丁师傅。客气啥？大家伙都在等你呢。哈哈，先给我来5个茶叶蛋吧。啥？50块钱就买5个茶叶蛋？看来这还不止富贵一个人被骗啊！不对呀，这司机师傅看着挺精明的，怎么也会上当？小伙子，你快过来，也给大爷我来2个。这茶叶蛋怎么卖的？还挺香，10块一个。什么茶叶蛋10块一个？这谁吃得起啊？不对，有人吃得起。你看司机师傅已经吃上了。嗨，你们是不知道，我昨天听到这价格也吓了一跳，以为遇到了坑人的商贩，然后直接报警叫来了2警察。结果你们猜怎么着？同样的话，罗有根昨天已经听过一次了。虽然卖了一早上的青菜也才挣了10几块，但此时此刻的他只想知道这个茶叶蛋是不是像老伙计说的那么好吃。于是他咬咬牙，掏了10块钱要了一个。哎呦，不错哦。哟呵，干啥呢？我这话还没说完你就吃上了，不是说10块钱一个贵吗？你怎么还舍得吃？罗有根没有理会王富贵，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100块的纸币递给白大。来这么大的吗？农村生活的老年人1个星期也花不到100块，没想到这人平时抠抠搜搜的，这个时候出手居然这么大方。小伙子，再给我来10个茶叶蛋，我要去趟县城儿子家，刚好带点茶叶蛋过去。估计他们也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茶叶蛋吧？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也给我来10个，我也要去一趟县城。这俩小老头和司机不会是人家请来的托吧？对啊，10块钱一个的茶叶蛋见都没见过，结果他们还100的买，真让人不敢相信。可是这味道真的太香了，不行，我受不了了。老板，给我来2个茶叶蛋，也给我来2个。爸，您来了，怎么不提前跟我打声招呼？我好去接您呀。不用你接，下了班车才几步路就到你这了。快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王子明看着老父亲把一兜子茶叶蛋当成宝一样送过来给他吃，差点心酸的要落泪。都怪我不够孝顺，没给老父亲买过好吃的，这才让他觉得茶叶蛋是好东西。别在那发呆了，我告诉你，我可是忍着一路没吃，好不容易给你带过来的。当王富贵将茶叶蛋的袋子一打开，浓郁的卤香味在客厅里立马蔓延开来。不对劲，这茶叶蛋怎么这么香？比媳妇煮的香多了。爸，这茶叶蛋是你自己做的吗？不是，我哪能做出这么香的茶叶蛋？在班车上买的，10块钱一个呢，我都没舍得吃，买了10个给你们带来了。什么？10块钱一个？外卖的茶叶蛋3块钱一个我都嫌贵，没想到老爷子在农村竟然吃10块钱一个的茶叶蛋。你尝尝就知道了。味道确实比一般的茶叶蛋好吃了不知道多少倍，难得农村竟然有这么高水准的茶叶蛋卖，这是班车上买的吗？对呀，是个年轻的小伙子，茶叶蛋做的真好，我这老头子也奢侈一把，买了次这么贵的茶叶蛋尝尝，这钱花的不冤枉吧？10块钱一个的茶叶蛋好吃成这样，贵点也应该的，也就在农村这个价，如果放到大城市，说不定可以卖得更贵。第二天在儿子的陪同下，王富贵坐上了回村的班车。爸，怎么没看到卖茶叶蛋的小伙子？你小子比我还馋呢！昨天的茶叶蛋我就吃了2个，剩下的都留给你儿媳和孙子吃了，我压根就没吃过瘾。不急，这一路上好几个站呢，放心好了，总有一个站能碰到他的。班车大约行驶了5个站后，白大熟悉的身影终于再次出现在王富贵面前。来了，卖茶叶蛋的小伙子来了。这不是上个礼拜风靡全网的唢呐哥吗？大清早的，白大的好心情在这声唢呐歌下出现了一丝阴影。可以叫我白老板吗？谢谢。不好意思，白老板，真的是你啊！难怪茶叶蛋这么好吃，原来也是你做的啊！富贵看着儿子一惊一乍的样子，还有说的话让他听得云里雾里的。干啥呢？还不买茶叶蛋？爸，你别急，这可是白老板呐！白老板，我能跟你合个影吗？我说咱小镇上怎么能长出这么俊俏的人？原来是明星啊！这小伙子长得确实好看，俊得很呐。咱们要不要也去跟他合个照，要个签名啊？我这可是老人机，也拍不了照啊。
看看也行，坐个班车能遇到明星，回去也能说一嘴了。说好来买茶叶蛋的，结果看到人家小伙子又是搭话又是合照的，也不知道在搞什么鬼。王子明一口气买了20个茶叶蛋，因为他觉得跟3001份的牛排相比，10元一个的茶叶蛋简直和白送的没什么区别。那小伙子什么来头？不就是卖的茶叶蛋好吃了点吗？你怎么这么激动？这是江东市赫赫有名的白老板，听说他每个礼拜摆摊的位置都不一样，做的食物也不一样，但味道都一样的美味。接着王富贵把前天报警抓白老板的事情跟儿子说了一遍。网传白老板的身份可能不一般，不仅资产过亿，还认识很多大佬级别的人物，拥护他的人群无比庞大。我爸竟然敢报警抓他，这要是被他的粉丝们知道了，我爸他会不会被？我的天啊！王子明突然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于是他再次来到白大跟前。白老板，真是对不起，我爸一个农村老人，性格又固执，他不认识你，所以报警真不是故意的，真的不好意思，冒犯你了。你这还有多少茶叶蛋？我全都要了，就当是给我爸赔罪。没事没事，误会早就解除了，而且大爷后面一直有照顾我的生意，你不用放在心上。再说鸡蛋这玩意吃多了也不好，咱还是给别人留一点吧。没想到白老板那么多粉丝时刻，却一点架子都没有，真难得啊！爸，现在你知道这个白老板什么来头了吧？你说我要不要把我跟白老板的照片发到网上，让那些天天到处寻找他的人羡慕羡慕？白老板，你别走，等等我啊！白老板，也等等我们啊！我操！今天咋回事啊？怎么这么多人坐班车？哟，你们这么快就找来了？白老板，原来你真在临水镇卖茶叶蛋啊！我们找了一下午没看到你人，还以为是假消息呢。你们是怎么知道我在这边的？今天上午有人在网上发了一张你跟他的合照，还把位置给分享出来了，然后旺财嗅着味就找到了你。白老板，我们能买几个茶叶蛋？我不知道你们过来，所以茶叶蛋做的不多，一人2个吧。明天多准备点，让你们吃个够。哥，2个茶叶蛋都不够旺财田阳缝的，旺财吃了我就没得吃了，而且多亏了旺财我们才能找到你，所以能不能给他单独算一份呢？是的，白老板，你卖旺财1份吧，钱我出，没旺财我们还真找不到你呢。不是我不想给旺财吃，而是茶叶蛋里有盐，旺财应该不能吃吧？没事，我吃蛋白，给旺财吃蛋黄就行了。行，茶叶蛋10块钱一个。嗨，这是我吃过白老板卖的最便宜的食物了吧？不是吧，素包子好像5块一个。那不算，因为我没吃过。白老板，你这是越跑越远了。你还记得大明湖畔了江东父老吗？我肯定会到处跑的，因为我想让更多人尝到我做的美食，也算是一种追求吧。当然，你们能特意来找我，我也很高兴。听到白大的话，老食客们都能理解。像白老板拥有如此高超厨艺的人，既不缺钱也不缺名的情况下，还能每天摆摊做吃的，为的也就是心中的那份追求了。白老板，你下周卖什么？我想吃蛋炒饭啊。下周卖什么还没想好。白老板，明天茶叶蛋还限购吗？2个根本不够吃啊。得看明天来的人多不多吧，这周还有3天呢，你们肯定能吃个够。有不少尝到茶叶蛋滋味的食客把消息发到了网上，随后大批的网友连夜赶到了临水镇。第二天天才刚亮的时候，小镇上的各个班车站点就围满了等候白老板的食客们。我总感觉不好等，临水镇的站点那么多，班车也多，完全不知道白老板会在哪个站点上哪辆班车。我们这样固定在一个站点等，不是很保险的感觉。有道理，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没？你们还记得白老板食客中有个很有名的二哈没？他那狗鼻子肯定能闻到白老板在哪辆车上。确实，我昨天就听来到镇上的人说，他们看到一条狗后面跟着一群人在跑。现在想想，怕就是在追白老板吧？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那条狗在哪啊！狗哥，你口渴了吗？来喝点水吧。狗哥，你站着累不累啊？要不要我给你抱起来躺着？天气有点热啊，我给我狗哥扇扇风。狗哥，来一根火腿肠吧。狗哥，我给你放点音乐吧，就放白老板吹的唢呐好了，你肯定爱听。狗哥，咱今天能不能吃到白老板的茶叶蛋就靠你了。被挤到一旁的狗主人高家志看着旺财被一群吃货当成帝王一样服侍着，尴尬的简直没眼看。有了，狗哥发现目标了。我就知道讨好狗哥肯定有用。茶叶蛋味道那么香，只要白老板在附近，狗哥就能闻到。还聊啥？狗哥都跑远了，还不赶紧跟上他？不是，你们为啥要自己跑啊？去租个电瓶车，它不香吗？你在哪租的电瓶车？就在后面市场门口那里。你们慢慢跑吧，我先走一步了。旺财带着大家伙绕过一条街后，就远远看到前面正在行驶的一辆班车。前面的车，等等我们啊！那群人怎么回事？怎么都跟着班车跑啊？不对，那条狗好像就是昨天追班车的二哈。
难道白老板就在这辆班车上吗？于是等车门打开后，站点上的食客们全都一窝蜂似的挤上了车。原来白老板真的在车上，司机，快走，别等他们了。小心点，说这话你也不怕挨打？没看到他们还有条狗吗？就是小心这狗闻着你的味，追上来咬你哦。周六这天来到临水镇的人更多了。是白老板，我看到白老板了。别挤啊，我先来的，让我先上车啊。你们前面的快点上车啊！我闻到茶叶蛋的香味了，白老板，我要茶叶蛋。妈呀，这比上班早高峰的地铁还恐怖！这么小的客车，怎么挤得下这么多人啊？原本站在后门卖茶叶蛋的白大，在人群的冲击下被挤下了车。师傅，我们都上来了，快开车吧。对，赶紧走，不然一会那狗就要追来了。可不是，我们找不到的地方，那条二哈每次都能找到。白老板呢？我要吃茶叶蛋。太挤了，你们都往后站一站啊，别挡着白老板，让白老板出来卖茶叶蛋。你们快把白老板让出来啊！随着车子启动，站在路边的白大还能听到车内食客们在喊他的声音。卧槽，那不是白老板吗？到底是谁把白老板挤下车了？师傅，白老板还在下面呢，快把车停下。在得知白老板被挤下车后，车上的食客全都沸腾起来了。我的白老板啊，我从昨天等到现在，你们竟然把白老板给挤下去了，你们还是人吗？我就说不能挤的，你们非要挤，这下好了，白老板给你们挤下去了。都别巴巴了，下个站点下车，再往回跑，说不定白老板还没走。5分钟后，班车到达了下个站点，车上的食客们一窝蜂似的夺门而出。兄弟们，快跑！白老板很有可能还在上个站点等我们。然而他们还没跑到地方，就远远看到白老板上了相反方向的班车。这一刻，大家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有缘无分。还愣着干啥？快追啊！说不定能追上呢，总不能看着白老板眼睁睁从我们眼前溜走吧？俗话说得好，事不过三，这都2次了，肯定没有第3次。对，比起那些没白老板消息的人，我们最起码都找到白老板了。可是当大家伙追上白大乘坐的班车后，却发现之前满满当当的玻璃缸，此时已空空如也。白老板，茶叶蛋没了吗？这次我是真想哭了。兄弟们一定要吸取教训啊！我们原本都遇到白老板了，结果因为太激动给白老板挤下车了，就这么硬生生的错过了茶叶蛋。好不容易找了过来，可是茶叶蛋又没了。天哪，我们这过的是什么苦日子啊！倘若上天让我回到过去，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绝对不会让大家把白老板给挤下车去了。谁家好人买吃的会把摊主挤下车？这不是饭还没吃上就把锅给砸了吗？白老板，再爱我们一次吧。你今天还卖吗？不好意思哈，这1周的茶叶蛋已经全部卖完了。听到这个噩耗，一群食客顿时哭得更大声了。白老板，孩子昨晚连夜赶过来的，然后跑了一早上，一个茶叶蛋还没吃到呢。要不你把那个剩下的汤给我吧？这卤汤你要它干啥？我拿它来卤肉，浇在饭上吃肯定很香。我们是怕白老板没处扔，想着给你喝掉的。得，看来今天这缸不彻彻底底的被掏空，怕是走不掉了。卖豆腐了，又嫩又好吃的热豆腐，有辣酱味、麻酱味，还有韭菜酱味的，好吃又便宜，大家快来买啊！咱村今儿个居然来了个卖豆腐的，还是个年轻小伙子呢。可是豆腐为啥还配有酱汁呢？真的挺稀奇的。白大这周的任务地点就是这个位于云北市的偏僻小村庄，村里面的人因为不爱吃午饭，所以平均身高只有 0.98 米。因此村庄也被外人称之为小人村。小伙子，给我来一份豆腐。好嘞，您要什么口味的酱料？要麻辣味的吧？什么麻酱味、韭菜酱的，我不知道好不好吃。万一烧出来的豆腐不好吃，多浪费呀！酱料你给我多点，我烧菜喜欢口味重点的。大妈，你误会了，我这卖的不是炒菜的豆腐，而是纯手工制作的石磨热豆腐，10块钱一碗，直接浇上蘸水就能吃了。直接就可以吃的豆腐，我又不是没吃过豆腐，直接吃有什么好吃的？可当白大掀开盖子的那一刻，大妈就被面前的景象吸引了目光。只见雪白透亮的豆腐上方热气飘渺，让人看了忍不住想上前咬上一口。还有旁边盒子里散发着浓郁香气的酱汁，看得大妈嘴馋的有种想流口水的冲动。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竟然会馋上豆腐这玩意儿，那给我来一份吧，还是要辣酱味的。这豆腐，陈大妈，这豆腐味道咋样？好不好吃？是生豆腐吗？好吃，实在是太好吃了。小伙子，再给大妈来一碗，我要尝尝韭菜酱的。说完后，便狼吞虎咽地把碗里的豆腐全倒进了肚子里。真的有那么好吃吗？小伙子，我能先尝尝吗？好吃的话再买。白大爽快地给大爷盛了一块豆腐。妈妈，豆腐好香，我也要吃。来，
也给你1块。谢谢叔叔。酱汁的酸辣味和豆腐裂开后，一股鲜香清甜的味道涌入味蕾，咀嚼起来简直能把人香迷糊了。一个个吃的还挺香的样子，反正10块钱也不贵，我也来尝尝鲜。小伙子，这豆腐的3种酱料有什么区别？白大耐心地给大叔介绍了3种酱料的主要成分。你可以只要1种酱，也可以混合起来吃，味道都很好的。那我要辣酱和韭菜酱混合的吧。一旁围观的几个村民经不住诱惑，也跟着买了一份。吃了一辈子的豆腐，今天才知道原来豆腐还有这么好吃的。小伙子，给我再来1碗。我操！什么时候来了这么多人？那不是看你吃的香吗？我好像没跟你们说好吃啊。那还用说吗？看你香的尾巴都翘起来了。可是刚才是我先来的。你也说是刚才了，赶紧站后面排队去吧。等下来的人多了，你又要被挤到后面去了。这豆腐是真的好吃，包裹在外面的酱汁香辣过瘾，酸甜适中。豆腐一口咬下去后，自带的清甜味立马就出来了，那口感简直绝了。可不是嘛，我专门吃了1块没沾到汁水的，虽然只是简单的白豆腐，却香香软软的，一点都不烂，还带着豆腐的那股韧劲呢。麻酱味的才好吃，一口吃在嘴里，满嘴巴都是芝麻酱的香味，那种黏糊糊的香跟辣油混合在一起，真是香上加香啊！韭菜味的也巴适的很，你们等下也试试。爷爷，我还要吃，我还要吃。乖孙，1碗豆腐，爷爷我就尝了2口，剩下的全让你吃了，还是不要再吃了，我怕你吃多了消化不良。不行，我还要1碗，豆腐好香，吃1碗不够。你如果不给我买，我现在就回去告诉奶奶，说你在照片墙后面藏小钱钱的事情。你个小人精，爷爷怕你了，爷爷现在就去给你买。你们都围在这里做什么？是不是有啥高兴的事情？快说给我听听呗！那不是来了个摆摊卖豆腐的小伙子吗？卖的豆腐味道特别好，你要不要也尝尝？10块钱1碗，我都吃第2碗了。豆腐有什么好吃的？一股子豆腥味，有那10块钱，我灌进散酒喝它不香吗？老周，你就是爱跟风，今天肯定没钱喝酒了吧？没事，等下我请你。老板，快给我来1碗豆腐，不要2碗。你不是最讨厌吃豆腐的吗？怎么还要吃2碗？什么？居然有人讨厌吃这种清甜可口的豆腐，他有毛病吗？那你今天不喝酒了吗？喝那玩意儿干嘛？把钱省下来吃豆腐不香吗？爷爷，你怎么又躲在这里偷喝酒了？奶奶知道了又要跟你吵架，你胃不好不能喝酒，知不知道？哼！我没喝酒啊，在吃东西呢。我不信，你肯定把酒藏起来了。那你看，我在吃豆腐呢，1碗才10块钱，大家都好喜欢吃。我等下再去买2碗，回家你跟你奶奶也尝尝。小姑娘不经意地朝豆腐摊看了一眼。这不是白老板吗？我的天啊，这是你妈做的豆腐吗？怎么了？不好吃吗？不是，是太好吃了，你尝1块看看。我去，我妈从哪里买来的豆腐？生吃都这么好吃？是啊，太好吃了，裹上酱汁送到嘴巴里，先被酱汁的味道香一回，豆腐被咬烂之后，又被豆腐本身的味道香一回。我从小到大吃过的豆腐，就没有哪个比这个好吃的。一阵风卷残云过后，碗里的豆腐就被2人一扫而光。意犹未尽的萧凡拨通了妈妈的电话。妈，刚才你给我打包的豆腐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今天村子里来了个卖热豆腐的小伙子，我路过的时候见村民们都在买，我顺手也买了1份。听说文文喜欢吃豆腐，所以我就给你们装上了。怎么样，味道还好吧？何止是好，简直是太好了！妈，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豆腐，根本就吃不够。那个小伙子明天还去不去摆摊？我明天还想再吃一顿。这个我也不知道，等下我去村子里帮你打听打听。好，妈，你一定要打听清楚。那豆腐有那么好吃吗？看把这傻儿子馋的。我跟你们说啊，今天这小伙从我家门口经过的时候，我一眼就瞅出来这豆腐肯定不简单，结果还真被我猜对了。而且我可是咱们村第1个买豆腐的人，然后一时没忍住就吃了3大碗。嘿嘿，陈大妈，那豆腐真的有那么好吃吗？那当然了，白嫩水灵的豆腐淋上酱汁之后，那种豆香混合着各种酱香的气味，砰的一声就出来了。老实说，活了大半辈子就没吃过这么美味的豆腐。对了，你不是也买了1碗回去吗？怎么还问我们好不好吃啊？此时的萧妈妈懊悔不已，早知道那个豆腐这么好吃，我就多买2碗了。我就不该给儿子打包带走的，怪我，都怪我。最近上火了，
嘴里发苦，没什么胃口，所以就给儿子吃了。那怪可惜的，只能说你没口福了。村头的老孙头跟他婆娘就为了这一碗豆腐打起来了，就因为他婆娘买了豆腐回家没来得及吃，结果被他给吃的一口不剩。你说这么好吃的豆腐买回来一口却没吃上，换谁不急呀？那可不，味道贼香了，我这一个挑剔的老太婆都吃得浑身舒畅呢。一旁插不上话的肖妈妈肠子早已悔青，她突然感觉自己的快乐一去不复返了。早知道当时多买一碗就好了。妈，您还没休息呢。妈，你是不知道今天这个豆腐到底有多好吃，我跟你讲。我就买了一份，忘记尝尝了。大家聊豆腐的时候，我都插不上话了。察觉到老妈怨念的表情，萧凡识趣的闭上了嘴巴，然后悄咪咪的回到了自己的睡房。明天正好休假，到时候一定要多买几份，让老妈和女朋友一次吃个够。妈，大半夜的你站我床头做什么？人吓人是会吓死人的。你说我当时为什么不买2份呢？他们问我豆腐味道咋样，我都回答不上来了。妈，你冷静点啊！明天我多买几份给你尝尝，咱吃一碗扔一碗，放一碗倒一碗，没有话题咱制造话题，到时候让村子里的大爷大妈全都来听你说八卦，好吗？现在你赶紧去休息，一觉睡醒天就亮了。看着老妈跟个幽魂一样飘了出去，萧凡的小心脏稍微恢复了平静。然而大半夜的被老妈这么一吓唬，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是怎么也合不上眼了。几位大爷，你们也是来等豆腐小哥的吗？萧凡觉得有点奇怪，他是被老妈大晚上给吓到睡不着，没办法才早早来这里等的。可这几位小老头怎么也来这么早呢？你赵奶奶凶得很，昨天买了2碗豆腐，我一时嘴馋不小心吃得太快了，然后就只给她留了1块，结果今天早早的就把我撵出家门，说我要是带不回去3份豆腐就不要回家了。我更惨，老婆子就买了1碗，结果她一直不回家，给我馋的人都麻了，于是我没忍住就把豆腐吃了。可是我刚把豆腐吃完，她就回来了，最后给我一顿好骂。我就不一样了，买了3份回去，给了老婆2份，老婆一高兴就奖励了我300块零花钱，真是开心啊！今天要继续好好表现才行。大家都是被撵出来的，凭啥你是拿着奖励出门的？哼，多了300块，拿去做什么好呢？还是再多买点豆腐吧，今天就直接买它10碗，当做1天的饭食。卖豆腐了，又嫩又好吃的热豆腐，辣酱味、麻酱味，还有韭菜酱味，好吃又便宜。来了，卖豆腐的小伙子来了！天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他给盼来了。就在大家期待不已的时候，白大的3轮车忽然停在一个岔路口上，原地不动了。怎么回事？他怎么不走了？好像是隔壁村的人把3轮车拦住了。我们辛苦等了老半天，结果居然让一外村的给截胡了，这还有王法吗？瞧我这暴脾气！你们不要拦我，我要抢在他前面买。说好了要买第1碗，就一定要买第1碗，不然怎么能平息我这一晚上受罪的怨念？邹爷爷，你悠着点啊，别把老妖给闪了。哼，小样，你邹爷爷我每顿能喝半斤白酒，挑粪上山下河抓鱼都不在话下，区跑步算什么？一边凉快去。老板，第1碗豆腐要卖给我。大爷，你慢点走，我车就停在这，不会跑。小伙子，快给我装6碗豆腐！听到这话，邻村的郝老四不乐意了。是我先来的，应该先卖给我才对。这是来我们村卖豆腐的，当然是先卖给我了。可是我先遇上的。我要买6碗，你买6碗吗？肯定是先卖给买的多的。那我买8碗，比你还多。哟呵，谁不会买啊？我要10碗。谁怕谁啊？我也要10碗。叔叔，我只有18块钱，你能卖我2碗豆腐吗？爷爷说要卖了家里的羊才有钱，让我买1碗就好。可是我想让爷爷也一起吃，你卖给我2碗可以吗？剩下2块钱我明天再给你好不好？白大知道这应该是一个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留守儿童，而且家里肯定也不太富裕。没事，这豆腐算叔叔请你的，你拿走就好了，不用给我钱。小男孩被教育得很好，说什么也不肯白拿。这样好了，叔叔就收你10块，就当是买1送1，你快回家找爷爷去吧。
妈，我一口气买了6碗，咱一人2碗，你尽管吃，不够的话我再去村头给你买。肖妈妈没有理会儿子，而是完全沉浸在豆腐的美味中，无法自拔。豆腐口感嫩滑爽口，每吃一口都能感觉到3种酱汁在口腔里一一浮现的感觉，真的太香太好吃了，怪不得全村的人都爱吃呢。大概是馋得太久，肖妈妈一口气就把自己那2碗都吃完了，顿时感觉肚子里舒服了，馋虫也消停了。小伙子，昨天听燕子说你在外面很有名是吧？还好吧？你手艺这么好，长得还这么帅气，肯定很招小姑娘喜欢吧？有女朋友了吗？嘿嘿，还没呢。没女朋友吗？那大妈给你介绍一个吧。是啊，大妈认识好多姑娘，勤快又持家，你肯定会喜欢的。要不你留个电话，我让那些姑娘跟你聊，说不定还能成就一段佳话呢。我现在处于创业期，还没谈恋爱的打算，谢谢你们的好意哈。老板，给我们一人来1碗豆腐。抱歉，豆腐已经卖完了。那我们今天不是没有豆腐吃了吗？我们可是期待了1上午的呀。看看谁家买的多，让他们原1碗出来给大家解个馋。谁家买的都没有邹老头买的多。对哦，邹老头为了跟邻村的赌气，一口气买了10碗。你们去邹老头家看看，他肯定有多出来的。很快，一行人就风风火火地来到了邹大爷家门前。邹大哥，看在大家同村多年的份上，豆腐允我一份吧。我就知道邹大哥是个热心肠的人，这豆腐卖我一点怎么样？邹大叔，我们可是本家的，要允也允我1碗。你不是一直惦记着我家养的鸭子吗？明天上我家去杀1只请你吃。老邹，我珍藏的3锅头你不是眼馋许久了吗？如果你能匀1碗豆腐给我，我就立刻把酒给你送来，然后咱们一边喝酒一边吃豆腐，怎么样？邹大爷原本还在为跟人赌气买回来的豆腐发愁，这会儿听着大家你一句大哥我一句大叔的恭维，顿时觉得浑身舒畅，哪都开心。好了好了，匀你们6份，剩下4份我和老伴还要吃，你们怎么分自己商量吧。另一边，回到村里的郝老四也在为10碗豆腐犯愁。好端端的跟人家斗什么气呀？花100块钱买10碗从来没吃过的小吃，回去怎么跟老婆交代呢？四叔，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好吃的吗？闻起来好香的样子。四叔在隔壁村买了点小吃，你们一人拿2碗回家，然后跟爸爸妈妈一起吃。谢谢四叔。本着吃不完就送人的想法，郝老四把豆腐分给了4个兄弟的小孩。等回到自家的时候，正好剩下2碗。媳妇，给路边买的小吃，快尝尝。好好的饭不吃，买什么小吃？真是浪费钱。这是我路过隔壁村的时候正好碰到的，看他们都在买，我想味道肯定不错，说不定你喜欢吃呢。不就几块白豆腐吗？能好吃到哪里去？我不吃，你自己把它们吃完，不准浪费。你真不吃吗？不吃不吃，赶紧拿走。那我不客气了。好吃，太好吃了！我吃的真的是豆腐吗？怎么能这么好吃？怪不得今天邹老头这么激动，原来是因为豆腐太好吃了。要不是文化不好，我高低给他赋诗一首。媳妇，这豆腐真的很好吃，你确定不吃吗？那我可要全都吃光了。媳妇，你不是说不吃吗？我是说刚才不吃，又没说现在不吃。行吧，老婆总是有理的。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以及小孩的哭闹声。你们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老四，你中午带回来的那个豆腐还有吗？孩子们吃完之后还想吃，一直在那哭闹。你们来晚了，我就留了2份，刚才吃完了。那这豆腐是在哪里买的？现在还能买到吗？今天肯定没有了。那小伙准备的分量本来就不多，而且我跟小人村的邹老头因为斗气还一人买了10份，后面还有一大群人在排队买。你们想吃的话，明天咱们一起去隔壁村买吧。你居然为了斗气买了10碗，郝老四你有意思吗？你得承认，要不是因为斗气，你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豆腐，不是吗？老四老婆无言以对。不好了，豆腐小哥在村口又被人拦住了。是谁？是谁这么没素质？是隔壁村的郝老四，还领了一大群人来。又是这个老六，大家快冲，不能让他们抢完我们的豆腐了。郝老四，你太过分了！我们在村口巴巴的等了1个多小时，结果你倒好，带着全村人在半路上把老板给截停了。你说你是不是故意的吧？就是，你们太过分了。不好意思，这事情是我做的不地道。其实我们也是早就出发了的，然后晒了一路的太阳才到这边，大家都不容易。不如我们这样，白老板是来你们村的，你们先买10个人，我们再开始买，这样可以吧？OK， 兄弟们。叔叔，我又来买豆腐了。老板，昨天我家小豆丁在你这买了2份豆腐，你只收了他10块钱，
我今天特意来补钱给你的，顺便帮我打包几份豆腐带回去。补钱就不用了，就当是我送孩子吃的。你做生意也不容易，怎么能因为孩子小就让他占便宜呢？除了补的钱，剩下的都买成豆腐吧。这豆腐就是个零嘴，要不别买这么多了，你们一人吃2碗就好了。老爷子，您一把年纪赚钱也不容易。确实不容易，早上卖了300只羊，忙得我晕头转向的，还好赶上了。要是来晚了，我这小豆丁又该大哭一场了。得亏我还以为小豆丁生活困难，原来人家家里是开养殖场的。好家伙，为了研发出新口味的奶茶，白大竟然一口气把市面上的奶茶通通尝了个遍。名字起得这么惊天动地，味道却和普通奶茶没什么两样吗？看来是该我出手的时候了。接下来的5天，白大将自己锁在厨房里，然后不分昼夜地开始了研发奶茶的工作。这一周的摆摊地点在一个4线小城市的工地旁边，工地周围除了一间超市，就看不到第二个建筑物了。工地里倒是有人，但都是干活的工人。我这大几十上百的奶茶，他们会买吗？再说对面还有一个超市，与其花几十块买杯奶茶，还不如去买几块钱1瓶的饮料更划算呢。超市门口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卖奶茶的摊位？这大热天的，如果能喝上一杯冰奶茶，那就舒服了。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看着小黑板上的字，姜思有点犯难了。这都是一些什么奶茶？名字好像都没听说过。算了，随便点一个吧。老板，来一杯焦热多姜芋。我费劲巴拉想出来的名字，这人怎么能把它念成这样呢？这是从上往下念的。从上往下念的吗？可是横着念跟竖着念也没多大区别啊，都看不出来是个啥。那给我来个焦糖焦奶吧。要冰的还是热的？当然要冰的，谁家好人大热天的喝热饮啊？很快，在白大的一通猛如虎的操作下，一杯冰的不能再冰的焦糖焦奶就做好了。卖相还不错的样子。多少钱？68。一杯就要68吗？这也太贵了吧！早知道我刚才去超市里随便买个饮料就好了。付完钱后，姜思像是泄愤一般猛吸了一口奶茶。哎呦，口感无比丝滑，奶茶带着浓郁的焦糖甜味和茶叶的香气，完全不像是勾兑添加香精的奶茶味道。我的乖乖，好喝的很了，这68块花的真值了。因为奶茶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定价有点小贵，而且任务没规定要卖多少杯，白大也不着急，能卖多少卖多少，卖不出去的拿回去自己喝也不是不行。老板，再给我来一杯，这次我要是一试这个芋泥好暖耶。这款成本要高点，一杯要88。你这奶茶是用鲜奶做的吗？这价格如果不用新鲜牛奶就说不过去了吧？当然，每天限定的新鲜牛乳，用的茶叶也都是好茶叶，你应该能喝出来的，食材都是非常新鲜的。比如这个芋泥，我是先用芋头蒸出来，然后加入牛奶搅拌成芋泥，椰奶是将整个椰子的椰肉椰汁混合牛乳一起榨汁做出来的。好的，来一杯。姜慈，你不是去超市买水了吗？怎么就带一杯奶茶回来了？对啊，你在哪买的奶茶？怎么才买了一杯？就在工地门口买的，都别打我奶茶的主意哈，一杯要88呢。你们要喝的话自己买去。什么奶茶一杯就要88？不会被坑了吧？你是真有钱啊！这么贵的奶茶我可喝不起，还是去喝我的冰红茶吧。这奶茶好喝不？好喝，真的非常好喝。我点了2杯，花了小200块，心疼死我了。几十块一杯，几口就喝完了，这也太贵太不划算了。有那钱我还不如去超市里买，几十块钱的水3天3夜都喝不完呢。工地外，酷暑难耐的白大给自己做了一杯姜母鸭奶，顿时一股牛奶夹杂着茶叶的香甜气息在工地周围弥漫开来。那啥，我感觉这奶茶还挺不错的，要不去买一杯尝尝吧？你疯了，88块一杯呢。不过这味道确实有够香的，不行，我控制不住季季了。老板，给我来一杯奶茶。好的，请问你要哪种口味的呢？就要这个叫做奶香冰奶椰的。黑板上的字是要竖着念的。原来是从上往下念的呀，可是我咋觉得奶香冰奶椰更好喝呢？请问有这个口味的吗？抱歉哈，这个真没有的。那这个热恋谷果香是什么？是果汁，多种新鲜果汁调配在一起做成的复合口味。那就来杯果汁吧，多少钱？108。你这是什么果汁？怎么这么贵？用的水果比较多，譬如草莓、车厘子、山竹等10来种水果，然后按照不同比例调制出来的。听完白大的介绍，男人有点动心了，于是他爽快地付了钱，要了一杯。哇哦，这酸酸甜甜的口感，不禁让我想起了那天我和他在夕阳下的奔跑，那是我逝去的青春，短暂却美好。说人话，好喝，实在太好喝了。
没想到果汁还能这么喝，就跟调酒一样，各种味道都有，却又分外和谐，而且口感丝滑无比，让人回味无穷，爱不释手。真有这么好喝吗？真有这么好喝，你们不信的话，可以问老板要几个吸管来尝一尝。我那逝去的青春。打住！你们看这样行吗？你们4个人一人点一个口味，然后我们都来尝尝味道。好主意！就这样，5个男人一起要了5杯不同口味的奶茶。对面什么时候来了个卖奶茶的，生意还挺好的样子。可是这样一来，我的超市不就没人光顾了吗？说完，大婶就朝着白大的摊位径直走去。糟了，他肯定以为我在跟他抢顾客，过来兴师问罪了。可是大婶来到摊位前，却没有责怪白大，而是看了一眼小黑板。老板，给我做一杯糖炼巴姆尼。大婶，这是从上往下念的。这样啊，可是我看你这些名字横着念也没问题呀，而且感觉更好喝一点。好吧，决定了，今晚回去就把这些横着念的奶茶全都研发出来，这样的话，不论客人怎么点，都不会出错了。大婶思索片刻后，点了一杯焦糖焦焦奶。这小伙子看着年纪也不大的样子，怎么来这么偏僻的地方摆摊呢？这边的人都是工地上的，爱喝奶茶的人应该不多吧？不过对我来说挺好的，因为我没别的爱好，就喜欢喝奶茶。不大一会儿，大婶要的奶茶就做好了。奶香味很足，茶的味道也很香，看着不像是勾兑的奶茶。老板，多少钱？68。大婶没反应过来，付完钱后就返回了超市。哎呦呦，这奶茶怎么那么贵呀？比找跑腿买的还贵了几十块呢。如果不好喝的话，我会心疼死的。大婶带着一脸大便不通小便不畅的表情，吸了第一口奶茶。浓郁的焦糖味夹带着茶叶的香气，伴随着细腻丝滑的香蕉泥，入口醇香，让人回味无穷。哎呦我去，这68花的真值了！小伙子，再给我来一杯，这次我要这款多巴胺。另一边，几位工人同志还沉浸在奶茶带来的愉悦畅快的氛围中。此时此刻的他们，好想立刻回到父母的身边，然后衷心的对他们说一句：谢谢你们把我带到了这个美好的世界，也谢谢你们把我培养成了一名出色的农民工，让我喝到了如此美味宜人的奶茶。谢谢你们！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你没完了你，净整这死出！上一集我们不是让奶茶小哥拍了一张合照吗？我们把这张照片做成视频发到网上，然后标题就写夏天的第一杯奶茶108一杯，说不定还能上热搜呢。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在标题后面再加一句妈妈的味道，可能效果会更好。然而视频发出后不久，评论区就炸开了锅。卧槽，我眼神有点不好，你们快帮我看看这上面是不是白老板的3轮车？没错，那就是白老板的摆摊车。没想到白老板这周竟然在历史卖奶茶，可是100多一杯的价格是不是有点离谱了？如果是别人卖的，那就是离谱。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可这是白老板做的奶茶，别说108，就是1081杯我也要尝尝。有人能帮我代买一杯奶茶吗？邮费我出1000。博主好人啊，白老板的摆摊位置就这么大大咧咧的放出来了，这个关注我点了。有位置就好办事了。明天是周日，是白老板这周的最后一天摆摊。不说了，我要立刻订机票去了。不到1个小时，视频就被白老板的粉丝们顶上了热门。很多收到风声的老食客们连夜坐上了赶赴丽市的高铁。而白大这边也没有闲着，他不仅把横着念的奶茶全部做了出来，还研发了一款海盐芝士奶盖口味的新品奶茶。没想到半天的时间就被这群老食客发现了，这网络的传播速度是真快啊！看来明天是一场硬战，得多备点分量才行。第二天一早，工地门口和超市门口都围满了人。超市老板很是纳闷：你们都是哪来的呀？怎么一下子来这么多人？我们来自全国各地吧。你们来旅游的吗？可是这附近除了工地就是我这家超市了，来这有啥好玩的呀？不是，我们是来喝白老板做的奶茶，就你家超市对面昨天来的那个奶茶摊。你是说昨天的奶茶摊啊？那奶茶味道确实很好，我还买了2杯呢。我知道今天来的人很多，但没想到会有这么多。这队伍少说也排了几百米了吧？对呀，我一起床就从旅馆驱车赶过来了，结果还是排在了后面。也不知道今天白老板准备的奶茶有没有我那一份。有钱人真多啊，这么贵的奶茶还来这么多人排队，真没想到这个奶茶摊看着平平无奇，竟然大有来头。这看着哪平凡了，明明就很特别。正常路边摊哪有这么贵的？而且这原材料用的比一些大的奶茶店都好，能这样不在乎成本的路边摊可不多见了。白老板来了，
众人闻声后齐刷刷地看向白大骑着三轮车驶来的方向。这么偏僻的地方他们都能轻易找到，而且还来了这么多人，我真的太佩服这群吃货了。白老板，我们可是你的老顾客了，能让我们多点几杯吗？不好意思哈，你也看到了，今天来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每人只能限购一杯。好吧，我看今天好像多了一个新品，正好我们这里有6个人，你就给我们每人来一杯口味不一样的就行了。此时人群里的马明也开启了直播。家人们，白老板已经开摊，我们马上就能喝到他做的奶茶了。据我所知，这可是白老板第一次卖饮品啊！直播速度很快呀，视角这么清晰，位置肯定很靠前。现场的人看起来好多啊，不知道白老板准备的奶茶够不够卖？这位置也太难找了吧，没想到这都能被网友们扒出来。白老板真的要全国巡摊吗？好期待他来我们城市啊！主播，别把摄像头对着你，我不想看你，快给我们看白老板。由于白大做的奶茶太火，有些去不到现场的粉丝就会在自己城市里四处寻找白大同款奶茶。你好，有奶香冰奶椰吗？那有糖炼巴姆尼吗？抱歉，我们店里没有你说的这些奶茶。那你们不能组合一下，创新一个奶茶种类吗？你的研发新品奶茶是大白菜啊，张口就来。不好意思，你到别家问问吧。不死心的夏雨又来到了另一家奶茶店。请问你们家有海盐芝士奶盖的奶茶吗？你也是白老板的粉丝吗？是啊，难道你也是吗？那你们店里能做出来白老板的同款奶茶吗？虽然我们知道白老板这几款奶茶是如何做的，但也只知道食材，不知道具体的配比。我尝试去做过，结果整个店就剩我一个人在值班了。为什么就剩下你一个人了呢？因为其他人都在外面找厕所拉肚子去了。那些奶茶里加的东西很多，而我们却不知道如何把这些食材融合在一起，所以做出来的东西有多难喝就不说了，最难受的是串稀。那有没有喝起来不拉稀的奶盖奶茶？听说那个奶茶好像加了海盐，直播间里喝过的人说呢，味道甜中带点咸。那就简单点，奶茶里加上芝士海盐，然后加个奶盖。可要是还拉稀怎么办？没事，给我做一杯吧，拉肚子算我的。叮，恭喜宿主完成本周任务，奖励新技能危险规避。系统，请问这个技能有何用？拥有这项技能后，宿主就可以顺利避开一切对自己不利的危险。这应该是我获得的任务奖励中最厉害的一个了吧？下周任务内容，请宿主前往丑国巴啦啦市，1周内卖出1000份臭豆腐。不是，臭豆腐这玩意儿在国内很多人都接受不了，喜欢吃的人夸它是天上人间难得一见的美味，不喜欢吃的人退避三舍，甚至闻到味道都会反胃。现在你居然让我大老远把这玩意儿带到国外去卖，而且还是1000份，啥也不是。重生到这个世界这么久，跑过的城市不少，这国外倒是没去过，现在出去看看也挺好。虽然外国的治安比不上国内，但有了危险规避技能，不管去哪都没什么好害怕的了。为了有个舒适的工作和休息环境，白大在巴啦啦市郊区买了一栋2层小别墅，然后从系统仓库里取出3轮车，把准备好的食材和道具全部装上车后，就出发前往市中心寻找摆摊的地点去了。这个地方的人流量看起来不错的样子，而且也没有其他摊子抢生意。当白大摆好摊位后，一股让人提神醒脑的剧烈臭味快速地从餐车的四周蔓延到整个商场。好臭，什么味道？注意，这里每个人使用的语言都是英文，但为了让小伙伴们更直白地了解剧情，我会将对白内容全部切换成中文。对呀，这也太臭了！难道是有人在街上拉屎吗？什么情况？哪里来的臭味？是什么有毒气体泄漏了吗？快走快走，这么臭也不知道有没有毒。白大没想到臭豆腐的杀伤力这么大，只见原本人来人往的广场瞬间变成了门可罗雀的禁地。可就在这时，一名热泪满面的华裔勇士出现在了眼前。真的好臭，就是这个味道。老板，这是不是臭豆腐？男子叫高达尚，是一名华国留学生。是臭豆腐，10刀一份，要来一份尝尝吗？老板，你是华国人吗？是的，我也是华国人。看到老乡你带着我最爱的美食来这边卖，我真的太激动了！快，先给我来10份垫垫肚子。付完钱后的高达尚一脸享受地看着油锅里的臭豆腐，这不禁让四周捂着鼻子的外国人疑惑了起来。好小子，真勇啊！这人看起来就不太聪明的样子，不然这么臭的玩意儿他是怎么干的？多么美妙的声音！老板，快给我盛一份，我实在等不及了。白大往刚出锅的臭豆腐上浇上了灵魂酱汁，瞬间一股浓郁的香辣味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奔涌而出。
哎呦！滚烫的臭豆腐吸收了酱汁的精华，一口咬下去，豆腐嫩滑多汁的口感立刻填满了整个口腔。那浓郁醇厚的味道，如同一股美妙的旋风，在味蕾间尽情舞动，带来无尽的满足感和愉悦感，令人沉醉其中，久久难以忘怀。没想到在异国他乡还能吃到这么正宗的臭豆腐，这不禁让我想起了我那年迈的双亲，还有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说完，饱受思念之苦的高大上便嚎啕大哭起来。我就说嘛，这么臭的东西怎么可能好吃？你们看，都把它难吃的哭鼻子了。对呀，哭成这样，这得有多难吃啊！太可怕了。你怎么哭了？是太辣了吗？不是，是太好吃了。我想这口臭豆腐想了很久了。老板，你不知道，我在这边吃来吃去就那些烤鸡、牛排、意大利面，有时候还半生不熟的，腻得不行。米饭也都是加生的，还有那个烤小甘蓝，我真的从来没吃过那么健康的东西。白大没想到外国的留子们日子过得这么惨，竟然因为吃顿臭豆腐就感动的哭了。老板，你卖的这是啥啊？怎么这么臭？它能吃吗？这是华国的特色小吃，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哥们，这是我们国家很有名的小吃，因为它是用卤水浸泡发酵出来的，所以闻着奇臭无比。但是油炸出来之后呢，就变得非常香。你再淋上这种香香辣辣的酱汁，那种妙不可言的感觉立马就迸发出来了。真不愧是留学生啊，就这口才，不出来摆摊有点可惜了。那给我来一份尝尝吧。然而当一份臭气熏天的臭豆腐递到面前的时候，小伙有点后悔了。这黑乎乎的玩意儿真的能吃吗？这臭味一个劲的往我鼻子里钻，熏得我是一点食欲都没有啊。可是看着面前两个一脸期待的华国人，小伙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他紧闭双眼，然后颤颤巍巍地将一块臭的不能再臭的玩意儿塞进了嘴里。天哪，没想到这么臭的玩意儿竟然真的能吃。然而不能吃辣的他，一块臭豆腐入口后，黑色的皮肤立马被辣得跟猴屁股似的。看样子真的不好吃啊！这人吃完冷汗都下来了。看把这哥们难受的，我还是别尝试了。这么臭的东西，想想也知道不好吃了。一旁的高达上没想到，就这点洒水的辣度，也能将小黑辣成这副模样。味道怎么样？好吃吧？太神奇了！没想到是这个味道，真的太像了我的哥。不是，这哥们不会是拖把？明明是臭的，他怎么能说是香的呢？不行，我也要过去拆穿他。老板，给我也来一份。2分半钟后，一份臭的让人窒息的臭豆腐就到了男人手上。这真的能吃吗？你只要忽略闻到的臭味，还是非常好吃的。就像我这样，先屏住呼吸，把豆腐插起来一块，然后趁嘴巴不注意，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的速度将豆腐塞进去。哇哦，真是美味至极啊！老板，给我再来10份。你都吃20多份了，还要再吃吗？你是拿臭豆腐当饭吃了？好吃的话，你明天可以再来吃。一次吃太多，你的肚子受得了吗？都怪这玩意儿太上头了，就这点分量根本解不了馋。我感觉我还能吃它个30碗呢，快点盛给我吧。那行，记住不要逞强。这简直就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食物了。老板，我能跟你合个影吗？就这样，3个人围在摊位前，一口接着一口地吃着臭豆腐。他们在吃什么呢？好臭啊！这么臭，真的能吃吗？不会是什么整蛊的比赛吧？是在比赛谁吃的多吗？可这么臭的食物，他们都吃得下，真的太勇了。如果吃赢了给我1万刀，我还是愿意去试一试的。从来没闻过味道这么臭的食物，别说1万刀了，就算给我10001刀，我也吃不下的。然而此时越来越多的华国人被臭味吸引了过来，看着眼前这些跟高达上一个德性的食客们，白大顿感无语至极。你们这情感也太丰富了吧！知道的会说你们是感动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来奔丧的呢。这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家乡味道呀！小时候最喜欢吃臭豆腐了，路边要是有卖臭豆腐的，隔着一条街我都能闻到，没得办法，我就是对这个味道情有独钟。好久没吃过臭豆腐了，我上一次吃还是在上一次的时候，出国后连味道也没闻到过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觉得这臭豆腐能让人好吃到哭，比国内的其他小吃都好吃。不是错觉，我活这么大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臭豆腐，闻着奇臭，但吃起来却香里透着鲜，所以这并不是小时候路边吃的那种臭豆腐，也不知道老板是怎么做出来的。老板，你能教我们做臭豆腐吗？你放心，我们不会拿去做生意的，就单纯想自己做点来解解馋。首先，这是我自己做的传统手工石磨豆腐，用的水是国内空运过来的山泉水，然后将做好的豆腐配上祖传的卤水秘方，浸泡发酵成臭豆腐就行了。没想到这小小的一份臭豆腐，竟然花费如此巨大，不仅仅是食材上的花费，制作上还这么费时费力。对啊，谁家好人做臭豆腐从磨豆子开始啊？这让我们想学也学不来啊！为啥子还要学呢？这不是有现成的嘛？想吃的话来买就是了。
最后，在几个刘子们的一番狂轰滥炸之下，白大带来的臭豆腐也终于被他们全部造完了。老板，你明天几点出摊啊？到时候我会带我朋友们一起来吃你的豆腐。这话怎么听着感觉像是在占我便宜呢？对，我还没吃过嘞。老板，你可一定要来呀！老板，能加个联系方式吗？以后想吃臭豆腐了就找你。食客太多，要是都加了联系方式，那每天还不得被他们烦死？那还有啥自由可言呢？抱歉哈，我不是经常摆摊的，就是个人爱好而已。这句话对这些刘子们的打击无疑是毁灭性的。他们好不容易遇到个老乡卖臭豆腐，正高兴着以后在国外也能吃到华国的小吃了，结果没曾想，这老板竟然不是个正经摆摊的。苍天啊，大地呀，你为何如此对我呀？先给我希望，又让我绝望。我这周都会在这边摆摊，大家放心。老板，你明天几点出摊呢？我好提前来等你。下午3点。白大收摊离开后，一群刘子们相互留了联系方式，最后还组织了一个群聊。吃饱喝足的高达上刚进到宿舍，就被属狗的死党逮了个正着。什么味道？好小子，你是不是背着我去吃什么好吃的了？啊，没有吃什么。这股味道很熟悉，我猜肯定不是外国菜，有点像华国的食物。这味道是臭豆腐。好啊，你小子竟然背着我吃臭豆腐，而且还不给我捎一份回来，亏我们还是好兄弟呢。不是我不想给你带，是现场吃豆腐的人太多了，根本就不够吃。快说，你是在哪吃的？就在飞坤广场那边，老板是个华国人，应该是刚来摆摊不久的，那手艺真的是绝子。好了，我知道臭豆腐很好吃，请你快别说了。明知道我肚子饿，你还在那叭叭叭个不停。第二天下午2点还没到，就有一群人守在飞坤广场等候白大的到来。怎么今天来了这么多人？是谁走漏了风声吗？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我发了朋友圈，然后大家知道了地点就赶过来了。说起这个，我也发了朋友圈，现在圈子里的留学生应该都看见了。那岂不是说一会还有人来？应该是吧，毕竟臭豆腐在国外真的很少见，而这么正宗的路边摊更是见都没见过。小黑和小白作为第一批敢尝试臭豆腐的老外，也加入了等待的大军中。咋回事？怎么还有外国人来等臭豆腐呢？那当然了，这么正宗的臭豆腐，只要尝过后都会爱上的，好吧？话音刚落，人群中响起了一个声音：“快看呐，臭豆腐来了！”太好了，我早饭午饭都没吃，就等着臭豆腐呢。可是这咋不臭啊？傻瓜，臭豆腐都还没拿出来，怎么会有臭味？等老板把装臭豆腐的铁桶打开，你再闻闻。我的天，老臭了！这是在夸我吗？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白大知道今天来的顾客会比昨天多很多，所以准备的臭豆腐分量也比昨天翻了1倍。当第一桶臭豆腐被打开后，一股美妙的臭味犹如脱缰的野马一般，瞬间席卷了整个广场。这味道真得劲啊！可不是，这味道好久没闻到过了。上次回国特意去找了一个路边摊，结果那里的臭豆腐一点都不臭，吃在嘴里跟炸豆腐一样，没什么特别的，不像这个臭豆腐，闻着就好吃。现在摆摊很火的，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国内有个人很奇葩，一个礼拜换一个地方摆摊，每个礼拜卖的食物还都不同，而且听说他做出来的东西非常美味，因此他的身后每天都有一大群追随者。他们说的这个奇葩该不会是我吧？真是太好吃了，我都感觉自己活过来了。你们不知道我在国外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天天不是汉堡就是炸鸡，全都是一个口味，要多腻有多腻。现在我是真怀念以前在国内的生活呀。是啊，太惨了，以后要是每天都能吃到这样的华国食物，那该多好啊！讲真的，老板，你做的臭豆腐是真正宗啊！我敢说，国内都很少有这么地道的臭豆腐。可不是，这么好吃的臭豆腐，我长这么大也没吃过。老板，你会一直摆摊的吧？不敢想象，要是我吃习惯了，突然有一天吃不到了，可怎么办啊？这个要看情况。老板，你不能这么任性啊！没有你的臭豆腐，我们怎么活啊？对呀，快把话收回去，这话我不爱听。老板，求求你救救孩子吧，没有你真不行啊！老板，你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吗？是签证问题还是什么？你说出来，看大家能不能帮忙。我虽然是个学生，但我可以找我爸帮你的。是啊，老板有问题，大家一起解决。我也能帮忙的，我有钱。是这样的，我喜欢到处摆摊，而且每次卖的食物也都不一样。这怎么跟我女友说过的白老板那么像啊？难道你就是每周随机换地方摆摊的白老板吗？不是，我的名声已经传到国外了吗？如果没有第二个随机摆摊的白老板，那你说的应该就是我了。天哪，你真的是白老板啊！你们在说什么呀？谁能给我解释一下？我跟你们说，白老板可有名了。
我女朋友被网上发的白老板美食馋得不行，上周才回国，就是为了回去找白老板，没想到白老板居然来国外，这要是让我女朋友知道了，还不把她气哭。我就说老板的臭豆腐做得这么地道，肯定不是籍籍无名之辈，没想到老板你真的大有来头啊！这没什么，虚名而已。这里是 SBB 电视台，一位吃饱了没事干的日薪市民向我们反映，绯坤广场这2天正被一股臭气熏天的味道笼罩着，路过的游客们为了躲避这股味道，不得不绕道而行。大爷，对于广场上弥漫的这股臭味，你是怎么看的？就刚刚我还有那么一瞬间的恍惚，以为自己进到茅房里来了。好家伙，活了25年，我就没闻过这么臭的玩意儿。不跟你说了，我得赶紧回去立好遗嘱，不然哪天被熏死在外面都不知道。好有趣的大爷，都25岁的高龄了，还像个小孩子一样。这位小哥，为什么这么臭的食物你们也能下得去嘴，而且看起来吃的还挺开心的样子？这个叫臭豆腐，是我们大华国的美食。别看它闻着像粑粑一样臭烘烘，可吃进嘴里却是满口香醇。那可不，有些东西可能表面不起眼，但它的内里却是美不胜收。我敢说，在你们丑国根本就找不出这么美味的食物。就是啊，除了汉堡、炸鸡和薯条，好像也没有其他能吃的了。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位臭豆腐老板。老板你好，请问你在豆腐里面添加了什么佐料，使得它如此巨臭，却又让那么多人爱不释口？这是用一种特制的卤水浸泡发酵出来的，闻起来是奇臭无比，但经过油炸之后，臭豆腐的香味就会被激发出来。你要不要来一份尝尝？不好吃我不收你的马尼。女记者冲着不好吃不要钱的心态，接过了白大递过来的臭豆腐，然后对着镜头插起来一块放进了嘴里。这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没想到一块如此丑陋不堪的小方块竟然这么好吃，我太爱这个味道了。接下来2天，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很多喜欢猎奇的外国人慕名而来，食客人数也由之前的几十人增加到了几百人。很快，白大在国外爆火的新闻就传到了国内，一时间网络上顿时一片哭嚎。国内那么多城市还没跑完呢，白老板你怎么能抛下我们去国外摆摊啊？白老板，你这是一点指望都不留给我啊！之前在国内我还能跑一跑，现在你去了国外，我连护照都没有，这不直接完蛋了吗？那群外国人懂什么臭豆腐？老板你应该来长沙摆摊才对啊！有的老食客得知消息后受不了打击，一口陈年老血直接喷了出来。我的白老板啊，你快回来吧！Victory！ 丁，恭喜宿主完成本周任务，奖励10个亿。怎么又是钱？还以为会奖励一些稀奇的技能或者啥的，没想到又是区10个亿。这周的手气不行啊！下周任务，前往珠穆朗玛峰山顶售卖100份绵绵冰。崩溃了，我真的崩溃了！先不说我能不能爬得上珠穆朗玛峰，也不说那上面有没有人，就山顶那零下几十度的冰天雪地，怎么可能会有人敢吃绵绵冰啊？那不是雪上加霜吗？好家伙，为了完成在珠穆朗玛峰上售卖绵绵冰的任务，白大冒着随时被冻死的风险来到了零下50度的珠峰山顶。现在明明是大夏天，这里却是冰天雪地的，比冬天还要冷几十度。试问谁家好人会没事上来这里瞎溜达呢？就算真有人来，也不可能在这种环境下吃冰吧？而且还要卖100份，这简直比登天还要难上100倍啊！白大掏出喇叭，然后将音量调至最大，这样一来，别说在山顶，就是那些还在半山腰上的人都能听到吆喝声了。然而1个小时过去了，回应他的只有呼啸的风声和无尽的寒冷。为了让快被冻僵的身体暖和起来，白大将系统仓库里备好的干柴取出，然后用它们迅速升起了一个火堆。幸好我有先见之明，来之前准备了一些柴火，不然绵绵冰没卖出1份，自己倒先被冻死在这了。时间又过去了2个小时，而山顶上依然见不到半个人影。当初真不该接下这个任务，这简直就是自讨苦吃嘛！但他也明白，既然已经来了，就只能坚持下去了。救我！大叔，你怎么了？水，我想喝水。可是我这里没有水啊，要不你吃一个绵绵冰吧，应该可以稍微缓解一下你的口渴。然而当那第一口冰凉的绵绵冰送入口中后，大叔感到一股强烈的寒意瞬间席卷全身，但随之而来的是那香甜的味道在口腔中散开，带来一种别样的满足感和愉悦感。小伙子，你这叫什么冰的？真的太好吃了！一口下去后，全身凉飕飕的，整个人仿佛下一秒就会结冰。然而细腻爽滑的口感，好像一团暖人的火光，迅速将我包围起来。这种感觉真的太奇妙了！大叔活了大半辈子，就没尝过这么美味的冰。大叔，刚才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会一个人来到这里呢？我已经癌症晚期，时日好像也不多了，但我喜欢爬山，喜欢挑战。世界第2高峰你知道吧？
我去年已经挑战成功了，今年只要能把珠峰拿下，那我的人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可是珠峰的难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从出发到现在已经16天时间过去了，带出来的水和干粮也在第10天的时候吃完了。就在快要登顶的时候，我实在支撑不住，就昏睡了过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就隐约被一阵喇叭声唤醒。于是我咬紧牙关，一路跌跌撞撞地爬了上来。在看到你的摊子之后，我知道我有救了。那你现在肯定是又渴又饿了。可是我这里就只有绵绵冰，如果你喜欢吃的话，我就再给你做一份。是啊，刚才如果没有你的喇叭吆喝声，我这会儿估计已经躺板搬了。那就再给我来2份吧。不好意思，你这什么冰的真的太合我胃口，2份我怕解不了馋。对了，你这个多少钱一份啊？做的这么好吃，应该不便宜吧？1份100块，确实不便宜啊。但是这么大一份，而且味道还那么好，也值这个价了。没想到像我这种半截身子埋进土里的人，在有生之年不仅实现了登上世界第1高峰的梦想，而且还吃到了这么美味的食物，真的太值了。肚子终于填饱了，体力也恢复的差不多了。对了，小伙子，你为什么会想到来珠峰顶上摆摊呢？这里不仅冷，而且也没人，你这样能挣得到钱吗？大叔，其实我和你一样，也喜欢去挑战一些表面上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只要尽力为之，成功与否都不重要了。2人拍了一张合照后，大叔就开始出发寻找下山的路去了。就在白大以为接下来又是一个人寂寞空虚冷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沉闷的脚步声。这上面怎么会有人在摆摊啊？老板，你这绵绵冰怎么卖的？110份。怎么这么贵？那给我来1份吧。白大瞥了一眼小伙身后满脸愁容的女孩，2个人吃1份，够吃吗？不是的，是1个人吃。不好意思，我还以为你们2个是一起的。这边有5种口味，不知道你想要哪种呢？要吃款浪漫巧心。这是你最爱的口味。都这么多天了，你考虑的怎么样？难道我们真的要……细腻的质感仿佛是用云朵和甜蜜精心编织而成，一口下去，宜人的味道瞬间在口腔中蔓延，给人带来无与伦比的美妙感受。不对，这根本就不是我以前最爱吃的口味，因为这个味道比那个还要好吃10倍。真的吗？老板，快给我也来1份一样的。好嘞，马上就好。哎呦！哎呀，这怎么回事啊？没想到看起来平平无奇，味道却如此惊艳。小梅，你还记得当初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2年半前，还是陌生人的我们进了同一个小吃店，然后点了同样口味的绵绵冰，最后还……阿坤，我考虑好了，我们还是分手吧。为什么？7天前我们在山脚下不是说好了吗？只要咱们能够顺利登顶就和好的。现在我们已经站在珠峰山顶上了，为什么你还要执意分手呢？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你上完厕所不冲水的臭毛病。每次看到你那一坨犹如珠峰一样高耸入云的奥利给，我3天都吃不下饭，你知道吗？这不是冲不冲水的问题吧？这根本连马桶盖都没打开就直接拉了，好吗？难道你就没有错吗？让你到楼下拿个外卖，你都要化3个小时的妆，晚上睡觉你还磨牙。2位能不能听我说一句？前面有人吗？快来救人啊！怎么办？如果不尽快把他拉上来，他会摔得粉身碎骨的。这里眼看就要坍塌了，可是我们连1根绳子都没有，根本就够不到他啊！你们快救我，我快坚持不住了！来人啊，上面有人吗？快来救人啊！你坚持住，我去找人来救你。出什么事了？你们快救救他，他要掉下去了。你背包里有没有绳子？没有，全是一些日用品和零食。大家快想想办法，他看起来好像快坚持不住了。众人面露难色，因为大家知道在没有任何工具的辅助下贸然上前救人，只有9死1生。系统，这个危险规避技能有什么用？当宿主遇到危险时，会自动触发该技能，从而帮助宿主脱离危险。让我来试试。别往下看，快抓住我的手。当小伙抓住白大的手后，后面的人就开始拽着白大的双腿往上拉。不好，要塌了，大家快用力拉呀！你们不要拉了，快放手！不行，我们放手了，你们会掉下去的。快放手，不然你们都会被拖下去的。快放手啊！系统，我这次真的被你坑了，永别了，各位。天啊，我们居然没事！
好像有什么东西落在气球上了。你们刚才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从那里摔下去呢？我们爬了7天，才好不容易登了顶，就想拍个照留个纪念，没想到脚下的石头突然断裂，我一个没站稳就，多亏有你们，不然我今天就英年早逝了。说来也怪，我的热气球原本飞得好好的，突然就莫名其妙的偏移路线，然后以每秒80迈的超高速撞向珠峰。就在气球和大山即将热情拥吻之时，你和白老板落在了气球顶部，随后气球也奇迹般的停止了飞行。这怎么看起来像是老天爷故意安排你们来救我们的呢？难道我是天选之子，命不该绝吗？得了吧，就你还天选之子，我觉得你是托白老板的福，捡回了一条小命。就是啊，大家都在想办法救你，完事后你竟然说自己是天选之子，命不该绝。尤其是白老板，差点因为你而丢掉性命。好，我决定了，为了报答大家的救命之恩，你们想吃多少绵绵冰随便拿，账单我来买。另外，我要把今天绝地求生的故事发到网上，同时把白老板在珠峰上卖绵绵冰的事情告诉网友们，让更多的人来照顾他的生意。果然，小伙的视频发出后，立即引来了众人的围观。大家对小伙差点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情并不感冒，他们感兴趣的是珠峰上竟然有人在摆摊卖冰，而且这个卖冰的人居然是大家奉为厨神的白老板。我的白老板终于回国了，可是为什么他的摆摊地点每次都这么刁钻呢？就是呀，不是山顶就是坟地，这次直接给咱们来了个王炸。试问像我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普通小市民，怎么可能爬得上珠峰呢？就算爬得上去，也得1个礼拜的时间吧。那时候白老板早就换地方了。听说白老板是坐直升机上去的，不知道群里有没有大老板可以提供直升机呢？如果不行的话，大家伙可以集资买一架，你们说呢？一架飞机怎么够？光我们群里都有几百号人啦，至少也要买它个10架吧。好家伙，10架飞机可不便宜啊，少说也要好几千块吧。好几千？你怕不是刚从原始人进化过来的吧？你就大方一点，在后面加个万都不一定够呢。那该怎么办？这次好不容易在第1天就发现了白老板的摆摊位置，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美食跟我们擦肩而过吧？10架直升机我们是买不起，但买1架总没问题吧？我们不用爬山，只需在珠峰山脚下等待，然后让人驾着直升机将绵绵冰买下来就可以了。高家志的建议得到了群里所有人的高度认同，于是乎大家伙纷纷慷慨解囊，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1架直升机的钱就凑齐了。第2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师客们全都聚集在了珠峰山脚下，而负责运送绵绵冰的直升机也开始朝着珠峰山顶缓缓飞去。没想到大家这么神速，才1上午的时间就来了这么多人。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昨晚刚看到视频，就连夜坐高铁赶来了。我也是，正在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就刷到了那条视频，然后我连马桶都没来得及冲，就收拾好铺盖，连夜赶来了，拦都拦不住。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连屁股也没来得及擦吧？让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看这里多热闹，不比窝在那村子里面强吗？待会儿吃完东西，我和你去爬爬那珠峰，活动活动筋骨，怎么样？算了吧，就我们俩这把老骨头，连上个楼梯都费劲，你还想去爬这么高的山啊？老李叔说的没错，这世界第1高峰可不是那么容易上去的，你就消停点，老老实实待在山脚下看看风景得了。明远啊，你看你们什么时候能把这婚给结了？跟我下棋的几个小老头年纪还没我大，可是他们的孙子都会打酱油了。爸，你不要急，我们都计划好了，年底就去领证。不行，明天回去你们就去把证给领了，然后年底就给我生个大孙子。可现在都6月份了，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那好，我们各让一步，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一定要抱上孙子，你们好自为之吧。沈源，几个月不见，你好像长高了不少啊，而且看起来也壮实了很多。告诉叔叔，你爸爸和后妈他们现在对你怎么样？这还用问吗？人家爸妈就在这，如果不好的话，怎么可能会陪他大老远跑来这边呢？叔叔阿姨，谢谢你们的关心，我现在过得很好，爸爸妈妈都很爱我的。不过我现在有一个愿望，不知道能不能实现。是什么样的愿望？你说来听听。我好想见一面山顶上的白叔叔，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我爬不上去。就在这时，负责采购绵绵冰的直升机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那不是白老板的3轮车吗？难道说白老板也一起下来了吗？果然，当直升机舱门打开后，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飞机上一跃而下。老食客们看到了他们朝思暮想的白老板，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纷纷朝着白大飞奔而去。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没错，我们随机摆摊的剧情到这就完结了。谢谢你们几个月来的支持与陪伴，下个系列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希望大家继续支持白大哦，拜拜。